昨天，我发现发镜绝对是最没用的校规了，尤其是对男生的头发。女生呢还好，可以留，只不过要绑起来而已。但至少头发还在，绑而已嘛。所以哪怕我今天已经毕业了那么久了，我还是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要管学生的头发呢？到底我们的头发长短跟读书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有人敢说头发长或者那些剪得比较时髦的就肯定是混世魔王，就一定不会读书吗？你敢吗？当然，我先声明啊，我所说的长头发主要针对的是男生的头发长，因为其实有些女生是可以留长发的，只不过是要绑起来，不可以有刘海而已。但是也有一个限度，我说的不是长到这个模样，而是这样。所以今天我就想要来吐槽发镜这个没有用的校规，也从多方面的客观的探讨一下我所找到在网络上的发镜的必要性，分析发表一下到底发镜有没有存在的必要。首先第一个，学生就应该一致化，这样才像个学生的样子。学生就应该一致化，我们为什么要一致化？我们将来又不是想要像军人一样去打仗，就算是有，那也是个例，而且那也是军校所去做学去烦的事情，普通学校你掺什么关系啊？而且我们将来也是打着自己人生的个人战，职业生涯的个人战，商场上的个人战，那一致化真的对我们会有帮助吗？你有看过哪一位将领或者统治者是跟最底层的士兵用着同一个发型、同一个衣服的呢？所以到底有必要教我们在社会上也要跟别人一致化吗？别人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有什么用啊？让我们在社会上彻底竞争不下去吗？闯过社会的都知道，真的成功的人都不可能跟别人一样的，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才可以被领导看重。那不应该让我们从读书时期就要学会发展自己的长处来竞争得不到的东西吗？哪怕只是发型，你要知道发型可以影响的很多了。一个人自信心，我就是这样的过来者，所以我很清楚，讲什么只看内在，讲什么有学问更重要，讲什么有知识更讨人喜欢。屁话，你在路上看到好看的帅哥美女，不还是会马上被吸引到？难道你会被一个戴着眼镜的书呆子或戴着书的书呆子所吸引到吗？不会。还有第二个，才像个学生的样子。谁规定的啊？谁规定学生就不应该把头发覆盖在额头上？头发覆盖在额头上碍着什么了？你说？还有，像不像个学生跟个别学生的未来有什么关系吗？甚至我发现出了社会，越像学生的越在社会越难生存。我之前还听过一个前辈跟我说过，要在职场混得好，就要脱离学生思维。那到底为什么要我们像学生呢？第二，太过关心发型会影响学习的精神，影响专注力。这个更好笑，难道头发短就很认真读书吗？就不影响专注力吗？爱美爱帅是一种天性，到了特定的年龄都会在意的，而且懂得打扮自己也没有错啊。出社会后，你说你的样子会不会有时也会帮助到你？长得好看，别人总想着接近你。如果你再有一点点的能力，那甚至不会比别人快很多吗？而且出社会工作了，不也要打扮自己？那时候为什么就不会说影响工作精神、工作专注力了呢？不影响了吗？而且就算是不关心发型，也会关心脸啦、皮肤好不好啦、白不白之类的啦。那是不是为了要不影响学生的学习精神，不影响学生的专注力，每天我们去学校就要把脸遮着，或者我们要把脸皮割下来，不可以有脸？真的很好笑，一天中打理发型的时间最多不就是1到2个小时？你认为那些不读书的，这个时间省下来，他就一定会拿去读书吗？我告诉你，会要读书的，没有这1-2个小时，他也会读的。他甚至都不用你管，他自己也不想要每天浪费时间打理头发，所以自己剪短了。而不会读书的，你给他今天多24个小时都好，他都只会在睡觉而已，顶多给你起来玩电话。所以一个发型又能影响多少呢？那到底这个发镜校规为什么要存在？太无聊了，给老师一个副业，帮学生剪头发。3.
法禁就是校规，规矩就是规矩，学生就应该要遵守规矩。学生的确是应该遵守规矩，没有错。只要是一个人，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都必须遵守这世界的规矩。对，但是也不是盲目的遵守所有的规矩啊。那今天如果有一个新的校规，说规定所有的老师也好，学生也好，进学校前一定要学狗叫2声，我们一定要盲目的跟吗？那我们还算什么民主世界？不就跟以前的君主统治封建时代一样，是个君王国家，统治者说什么就什么。接着奏乐，接着舞。好，就算真的是要说校规要遵守，但是什么是校规？是不是在学校的规矩？那出了学校大门以后，我还要不要遵守校规呢？是不是不用了？那我想问，今天学校不准许我留长的头发，那是不是说我在学校之外的地方有决定自己发型的权利呢？那校规要我把头发剪了，那是不是出了学校根据人权，我是不是有选择发型的权利？可是你剪了，那怎么算呢？你要干什么？我不是要提倡不遵守校规，我很认同除了法禁以外的任何的校规，我很认同。还有一个带手机，但是这个我们下期再聊，先挖一个坑。所以我觉得国家无用的法律居然都可以更改，为什么无用的校规就一直不要更改呢？4. 法禁是要避免早恋。我每次听到这个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无言，你们知道吗？寸头真的会减少早恋吗？是，恋爱的确是始于颜值，但是谁规定寸头就不一定不好看呢？而且你这样子进了学校，还不是有一堆早恋呢？我中学的时候就有一堆男女学生每天成双成对的，小手牵着小手。那这个法禁真的对阻止早恋有任何的帮助吗？对此我表示非常的怀疑。我知道早恋的确有很多的负面新闻，但是凡事都有双面性的啊。更何况这个年龄层的小孩都有一点点逆反心理，你越禁止反而会导致他们越好奇越想尝试。所以与其用各种方法去禁止，不如去想一下如何教育他们如何看待早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其实法禁的最大意义就是跟它的来源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就是巩固统治阶层的权力，塑造一个统治权威。就比如清朝时期的留发不留头大开的仪式，这个是因为当时的满清政府，他为了能够巩固政权，用控制了汉人的外貌来改变他们想要反抗的思想。可是这些行为、这些法令放在现在来看，似乎也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对一个人的外表进行了管控，能更有效的让学校的行政人员，就比如老师啊、纪律老师等等，他们有种权威在校的安全感，会让你们害怕他们，使得他们可以更好的资助学生，不然会很难教育，很难有纪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法禁多数还存在于亚洲国家，而欧美国家几乎都没有了。其实我今天想表达的呢，不是要让学生去染头发啊、烫头发啊，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有选择一款适合自己发型的权利啊，这样也不行吗？非要定好一个发型让全部人去遵守吗？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学校真的不应该剥夺学生可以选择的观念，而应该告诉所有的孩子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